大家好，我是牛奶。东龙岛大战，萧炎以1敌3战龙王。接上集讲到，萧炎同3位斗圣对峙，竹离携援兵前来支援。青山与青木的到来让萧炎压力骤减。经过短暂的交流，萧炎已经明确，目前为止他面前的3人分别是西龙岛黑脸大统领玄魔2星斗圣初期，西龙岛青袍大长老朱木2星斗圣中期，以及南龙岛黄袍大长老烈山实力同朱木。这3人可以说是除了3大龙王之外的最高统领了。目前进攻东龙岛的战事也是由他们3个在把持。西龙岛的大长老朱木很是自信他们胜局已定，毕竟目前形势大好，而且算算时间，天妖皇族派来的援军应该已快到了。对此萧炎表示，天妖皇族的人不会来了。为了进一步扰乱敌方军心，萧炎甚至取出了睡得很安详的昆皇来作证。这番操作直接就把玄魔他们给整破防了，是要一举弄死萧炎，铲平龙殿。以龙吟之声换来同伴，只一个杀字就冲着龙殿俯冲而下。龙殿之内也出现了许多强者从天而起，双方的中坚力量瞬间战作一团。萧炎知道这次战争的决胜局并不在这里，一把将一名斗尊巅峰抡飞当作武器砸向半圣。萧炎交代妖明以及2位长老对付玄魔3人后，头也不回的就冲向了紫妍所在。此时一名头戴王冠的中年男子正从背后突袭紫妍，被紫妍一记回马枪逼退之后，他假惺惺的叫起了紫妍侄女儿，并以长辈的姿态训斥紫妍莫要再负隅顽抗了。紫妍一听西龙王这话，直接就气笑了。如果不是他们当年趁着自己父王失踪搞事情，古龙一族何以沦落至此？他们3人就是古龙一族的罪人。南龙王闻言恼羞成怒，表示什么时候轮到紫妍这个小辈来指手画脚了？他们3人同样身怀王族血脉，称王本就是理所应当之事。北龙王更是绑架人的高手，明里暗里的说这场战斗都是由紫妍造成的。现在族中已经损失得如此惨重，紫妍居然还不愿意退让一步。紫妍最烦这个北龙王了，别以为他不知道，当时古龙一族分裂就是他在后面鼓动引诱的那2位龙王。而且这个家伙还丝毫没有脸皮没有底线的提出要联合天妖皇族来参与古龙一族的内战，他们根本就不配称为古龙王族血脉。北龙王见紫妍这一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样子，决心永绝后患，招呼着旁边的2位就是联手一击。然而下一秒萧炎的攻击就到了，黄泉指黄泉掌齐出，直接就挡下了3人的联手攻击。南龙王怒骂这小子找死。紫妍短暂的欢喜之后，厉声叫萧炎快退，因为他已经看出来了萧炎现在的实力只是1星斗圣后期。萧炎闻言并没有任何动作，依旧以保护姿态将紫妍护在身后，只淡淡的问了紫妍一句需要多久时间。紫妍怔愣了1秒钟后传音给萧炎10分钟。闻言萧炎轻吐了一口气道交给我。死死的盯着萧炎2秒钟后，紫妍猛地闭上双眼，不再看萧炎，专心开始准备自己的杀招。尽管他知道那西龙王与南龙王的实力都已经达到了3星斗圣后期的层次，北龙王更是已经半只脚踏入了4星斗圣，甚至于在这3人联手之下，就算是他这4星斗圣初期的实力都是无法抗衡。而萧炎仅仅只是1星斗圣后期。西龙王见萧炎有意以1敌3，只讽刺萧炎不自量力。萧炎并未理会他的讥讽冷笑，双手合十迅速结印。北龙王一看这情况直觉不妙，连忙招呼2名同伴一起出手，争取尽快将萧炎斩杀，然后再对付紫妍。西龙王与南龙王对北龙王这种小心谨慎有些不屑一顾，但最终也没有开口说些什么，相互对视了一眼后，就同北龙王一起朝着萧炎杀了过去。萧炎深知自己与3大龙王之间差距巨大，上来就是全力以赴，底牌尽出，魔兽一族的灵魂力量皆是偏弱。深知这一点的萧炎率先就是一记灵魂冲击黄泉天怒，震得3大龙王头痛欲裂，口喷鲜血。趁着3人还没有缓过劲儿，又是一记5色火莲被3人背后的萧炎丢了过来。那火莲随着身前的萧炎嘴巴轻张，瞬间就爆开了。足有1000丈庞大的火焰风暴在虚空之上席卷而开时，远在东龙岛上的人都觉得自己的血液要蒸发了。虚无之中，萧炎身形急退，随手给自己塞了一把丹药。萧炎心里直犯嘀咕，虽然自己刚才3连招成功将3大龙王彻底的卷进火莲的爆发中心，但黄泉天怒以及佛怒火莲的联合攻击还并不足以将他们彻底击杀。果不其然，萧炎心中刚掠过这个念头，那火焰风暴中心就传来了声声龙啸。
随后，那巨大火焰风暴的中心处，3条加起来足有数千丈庞大的巨龙狠狠地从中踏出，死死地盯着萧炎。被3双巨大的血红龙眼锁定，萧炎的面皮狠狠地绷紧了。毕竟面前的3条巨龙，一条更比一条惨，小溪般流淌的血液爆裂了足有大半的龙鳞，遍布在身体之上，沟壑般的伤口之中，有些甚至还能看见森森白骨。很显然，身为龙王的面子里子都被他们给丢尽了。小杂碎，本王定要叫你生不如死！背后古意猛地一震，萧炎扭头飞快跑路。然而那3大龙王皆是口喷光柱，3道足有数百丈庞大的光柱瞬间袭来时，直接封锁了萧炎的所有退路。感受到光柱之中所蕴含的恐怖力量时，萧炎就知道自己一旦被击中，绝对是当场灰飞烟灭的结局。于是萧炎毫不犹豫地就施展出了当初晋升斗圣之时所领悟出的另类斗技佛怒轮回。只见4道异火瞬间从萧炎的嘴中喷射而出，旋即迅速膨胀，最终化为一道足有100丈庞大的巨型火盘。火盘刚刚成型，第1道光柱就到了，两者相撞的刹那，天地为之一静。随着火焰圆盘之中一股奇异的力量散发而出，那一道巨大的光柱居然是咻的一声被反弹回去了，虽然代价是萧炎口喷鲜血。砰砰，接先前那一道光柱之后，另外2道也紧随而来。那火盘虽将他们尽数反弹了回去，但最终还是彻底的爆开了。这次萧炎连喷2口鲜血，身形更是暴退了数千丈。不过3大龙王那边也不好受就是了，因为铁了心想要萧炎的命，反弹回去的光柱令他们本就凄惨的伤势再度凄惨了几分。北龙王他们彻底的怒了，疯狂的咆哮着要杀了萧炎。萧炎看着围攻而来的3大龙王，没有害怕，眼眸之中尽是疯狂。秉承着死也要多断他们一根骨头的想法，萧炎不顾脑海之中传来的刺痛，再次强行使用黄泉天怒重击了3大龙王的灵魂。这一击直接令得3大龙王原本血红的眼瞳都是变得暗淡了一些，甚至于都维持不了本体龙身。还是实力最强的北龙王率先缓过劲儿来，旋即身形一晃就是一掌，直接拍进了萧炎的胸膛。只是没想到大口喷血的萧炎眼底不但没有丝毫的恐惧，甚至于还泛着些许笑意。下一秒，一朵4色火莲就被萧炎狠狠地甩在了北龙王的身体之上。真是个疯的！此时萧炎的胸膛已经有了明显的塌陷，其身体内部的情况也有够糟糕的，他已经再没有余力抵抗住下一波攻击了。若非其肉体极端强悍，恐怕北龙王先前那一掌就足以让他爆体而亡。萧炎挣扎着喘息时，南龙王以及西龙王的攻击前后脚到了。小杂碎，给本王去死！南龙王手臂化为龙爪，狠狠地朝着萧炎的天灵盖拍去。这一巴掌要是拍了个结实，萧炎定会被瞬间爆头。然而看着眼瞳之中迅速放大的龙爪，萧炎却是一点躲避的力气都没有了。死亡的威胁令萧炎的心脏极快地跳动了起来。就是这样的契机，令得那隐藏在萧炎心脏之内的奇异血脉被激发了。随着奇异血脉被泵入萧炎的全身血管，萧炎体内原本消耗殆尽的力量竟然全部恢复了，甚至于比起巅峰时刻还要蓬勃。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萧炎。等他想起来要躲避攻击的时候，一道极其璀璨的金色光芒突然自其眼球之中掠过，下一秒南龙王的手臂齐根断落，而断口处光滑如镜，竟是没有丝血流出。要知道南龙王的手臂化成龙臂之后，其防御力足以硬扛5星斗圣一击呀。似有所感，萧炎猛地回头，就见一紫发倩影正拎着一柄金色的液体长剑，踏着虚空缓步而来。你敢动他，本皇便让你永堕龙域。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